有时候风吹草低见到的不一定是牛羊，也有可能是韩国男人。蒙古这个国家呢，几乎沦为了独属于韩国男人的泄欲快乐国。每个周末都有不少韩男不远千里跑到蒙古，目的也很简单，女人。为了方便呢，这些人还专门开辟了所谓的性旅游专线，各种配套产业设施超300家。为啥蒙古会沦落到如今这副模样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蒙古位于亚洲中部，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56.65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50万人。有数据统计，早在2012年，人口不过280万的蒙古，从事风俗业的女性就多达2万人。关键这还只是明面上的。有意思的是，蒙古也算得上是扫黄扫得比较严的，哪怕只是当个说客，没收钱，被抓住呢，最少也要吃半年的牢饭。要是参与者，不仅要没收所有收入，还得交罚款，交完呢，一样得去吃牢饭。而且每年嘛，蒙古都要来一次扫黄行动。然而行动是积极的，效果是没有的，人是一个没抓着，钱是一个没少赚。这种行动甚至成了蒙古警方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但要是不想给钱怎么办呢？这些从业者也聪明，想了个办法，咱这不是卖，咱只是在谈恋爱。谈恋爱嘛，做点运动花点小钱那都是很正常的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绝大多数从业者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是韩国男人，而不少韩男呢，在本国属于底层人民，典型的 loser， 可能连女孩子的手都摸不到，但一跑到蒙古呢，却能尽情的艳遇蒙古女性。他们甚至还开辟了性旅游专线，提供一条龙完整服务。蒙古性工作者人数很多，才300来万人，就有2万多的从业者。如果单看人口比例，它甚至要比泰国、孟加拉等国还要夸张。至于为啥有这么多，就是因为穷。明明矿产资源丰富，矿产种类超80种，它甚至还是稀土储量世界第2多的国家。结果呢，因为技术和人才不够，挖也挖不出来，好不容易挖出来一点吧，但成本过高，赚的那点钱呢还不够吃饭呢。既然工业不行，那发展农业可以吗？当然也不行。蒙古的地理环境呢，简直一言难尽，近一半的国土都是沙漠戈壁，因为身居内陆，降水少，气候还不稳定，要么冷要么热。最冷的时候呢，温度能达到-40多度，首都乌兰巴托更是被称为世界最冷首都。挖矿不行，种地也不行，守着金山，最后只能在上面放牧。放就放呗，好歹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基业。然而这基业呢，同样也是摇摇欲坠。为什么？因为沙漠化严重，大量的湖泊干涸，河水断流，草原的面积呢在不断的减少，时不时的还给你整几场沙尘暴，就问你受不受得了。蒙古全年的 GDP 拢共才200亿美元左右，要知道咱内蒙古 GDP 高达5000多亿美元。蒙古全国经济呢，甚至还没有咱们内蒙古的零头多。而且蒙古吧是个寡妇比较多的国家，男性懒惰没本事，整天酗酒不说，还吵着要推行一夫多妻。不少女性呢宁愿单身也不结婚。另外，在蒙古未婚先育那都不叫事儿，哪怕生个5、6个都算你有本事。所以在当地女性看来呢，下海这种事儿既能赚钱改善生活，又能爽，一举两得。如果说蒙古的风俗业会这么猖獗，有是因为自身贫穷的原因，另一方面呢，有韩国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这是为啥？韩国人呢，绝对是世界上最爱嫖的，男性平均在这上面的消费超500美元，每年男性嫖娼次数上亿次。因为本国风俗业成本高，于是不少人呢就开始转战其他国家，而蒙古就是被他们盯上的其中一个。因为有报道称，因为蒙古冬季寒冷，基础设施差，很多人呢都是自己买燃料取暖，而没钱的女性就会找边境的货车司机用身体赚燃料，一次收费40升柴油，1小时100升。如果是收钱的话呢，价格也相当便宜，一次100人民币，1小时170。要是包天也只有400出头。这事儿一传出去，被韩国那些兜里没啥钱但需求又高的老男人知道了，直呼还有这好事，这也忒便宜了吧！大老远跑到蒙古感受了一下，回去还不忘大肆宣传乌兰巴托的夜，可比首尔好玩便宜的多了。于是慢慢的，越来越多的韩国男人涌入蒙古，他们在蒙古专门开设的关于性旅游专线，相关的产业和配套设施超过300家，从一下飞机就专人来接。除了女性呢，不管是吃还是住，都是由韩国人经营的。等泄欲完了，也是坐韩国航空回的国。面对这一乱象，蒙古政府就不管管吗？怎么管？靠着这几十年的性旅游，蒙古狂揽800多亿，换算成人民币呢也超1亿多，这钱实在是太香了。为了能继续赚钱，所以他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哪怕他们清楚这种行为会损害国际形象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来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